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广元县有个男人叫岳冲，长得五大三粗，而且脾气暴躁，贪财凶恶，平日里以屠宰为生，收些动物再屠杀贩卖。这天，昭化县有个卖猪人史福，由于第一次与岳冲合作，路途不熟，等赶着10多头猪来到岳冲家时，已经1更天。岳冲开门时看了眼这些猪，长得膘肥体壮，甚是喜人，起码值30两白银。他忙让史福将猪赶到院内，朝街外看了看，漆黑一片，没有人声。岳冲备了些酒菜招待史福，史福一路怕猪生病走失，心力交瘁。现在到了目的地，放下心，只觉肚子饥肠辘辘，当下也不客气，吃饱喝足再睡一觉，那真是一大美事。来，兄弟，饿了吧？多吃点，不用跟我客气，再喝点，喝完好好睡上一觉，一路辛苦了。就这样，在岳冲盛情款待下，史福不知不觉醉倒在桌前。兄弟，醒醒，再喝点。岳冲见史福真的醉倒已无知觉，面露狰狞，从柜子中拿出一条麻绳，狠狠地勒紧史福脖子。在夜深人静的一个夜晚，史福在他乡就这样丢了性命。岳冲扛起尸体抛在后院枯井中，一晃3年，无人知晓。昭化有一个富商叫安其昌，长得年少俊雅，乃是风流之人。这日他到广元做买卖，进到一家鞋店买鞋，正四处打量时，忽见对面裁缝铺门口有一妇人，长得绰约窈窕，丽色无双。当下也顾不上看鞋了，只傻傻地盯着对面的美人看。鞋店主名叫池元清，见安其昌紧紧盯着对面裁缝铺老板娘，舍不得转眼，心里暗自唾弃一声。他垂涎对面马氏已久，一次便宜都没占到，此刻见他又勾得一人着迷，恨恨道：胡妹子，客人有没有看中的鞋子？安其昌回过神，匆忙挑选几双鞋，凑到池元清跟前问道：对面妇人是谁？看在几双鞋的份上，池元清虽不喜，却还是耐着性子回答：这是裁缝梁华成的妻子马氏，人家可是有夫家的。哦，嫁人了啊。安其昌有些失望，但就这么错过美人，心中不甘。见她丈夫能做衣，便走进了裁缝铺。老板，我来裁衣。好嘞，客官需要什么布料？梁华成见来了客人，而且周身穿戴富贵，想来是个大主顾，当下热情上前招待，将你们铺子最好的面料给我来几匹，春夏秋冬4季衫都各来1套。梁华成大喜，只见安其昌又说道：如果还剩下有布料，送给你和你夫人做鞋吧。谢谢客官。等这些衣服做好后，安其昌索性长留广元，衣裳都在梁家裁缝铺做。一来二去，与马氏越来越熟，也越发的心目于他。如此过了半年，求而不得，竟让安其昌郁结于心，染上相思病，整日卧榻在床，因耽误了生意，无奈之下，安其昌写了一封书信回家，让父亲来收完账目。梁华成这边1个月没见到安其昌，打听之下贵客生了病，今日恰好从其住所路过，于是前来拜访。见安其昌面色不佳，关切问道：听闻贵体不适，今日可好些？安其昌病殃殃回道：正好你来了，如果你肯可怜救救我，那我还有机会活命，不然怕是活不久了。梁华成不解：我又不会医术，怎么救你？如果能救你，那我必定配合，只要你肯救，我的病自然会好。安其昌可是梁华成大主顾，他有所求，必有所应。梁华成诚心说道：你是我的大主顾，以后还希望你多多提携，如果我能救，岂有不救之理？安其昌来了精神，坐起身，从床头匣子拿出5两银子递给梁华成。这5两银子是定金，
等我痊愈后，必定重谢。不，贵人还是先说是什么病，看我能不能医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能收了你银子？你先把银子收下，应诺必定医治我，我才说是什么病。梁华成迟疑，但是看着眼前白花花的银子，也不愿往外推，想来自己能医好，必定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于是收下银子道：我愿意医治，现在可以告诉我是什么病了吗？安其昌听见承诺，喜笑颜开，又将匣子打开，露出银票道：那便好，病好之后必有后谢，也不怕你笑话。我这病不为其他，只是思慕你妻子美貌，求而不得，让我相思成疾。这病说治也简单，只要同你妻子睡上一宿，心想事成之后，虚火降下，再服些药，定能大好。还望梁兄广开方便之门，我感激不尽。梁华成望着银票思量半晌，后答道：我倒是肯，只是不知道妻子是何想法。安其昌反驳一句：你是他丈夫，只要你肯，你妻子还敢不从？两个男人细细谋划了接下来的事。等梁华成从这处离开，已过1个时辰。回家后，梁华成满脸懊恼。马氏好奇问道：什么事让你这般懊恼？梁华成满脸善笑：这事不好同你说。越这样，马氏就越发好奇，撒娇道：你不同我说，还想同谁说？你快些告诉我。梁华成叹了口气：今天去看安官人，他躺在榻上病正缠绵，病因却是爱慕你美貌，相思成疾。他想若能与你同宿一晚，说不定能救回来性命。说罢，掏出5两银子递给马氏，这是他给的5两银子，我念他是我们大主顾，又孤身一人，万一客死他乡，实在是惨。我一时糊涂答应了他，不知你怎么想？马氏拿过银子说道：这安官人平日里看着宽厚，我们用那些剩下的布料做了不少鞋面，现他的生死记在我身上，如果能救了他命，那也是积了阴德。况且他明着拿银子来求，也不是暗地行那不轨之事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你既然答应了他，我听你的便是。见马氏答应，梁华成当即去告诉了安其昌这个好消息，并告诉他今晚就可以。安其昌听了自然十分欢喜，只细细打扮一番，等今晚共度良宵。没想到之前写给父亲的家书送达后，父亲当即启程，晚间就到了。晚上2人同睡在一屋，这可乱了安其昌的计划，无法脱身赴约。梁华成这边，夫妻2人为了今晚也是煞费苦心。梁华成拿了3钱银子，自行去妓院留宿，马氏则精心装扮，等安其昌到来。谁知2更了，人来没来。马氏走到门口张望，不巧对面鞋匠池元清还未睡，正拿着皮刀做工。听见开门声，他望了过来，见马氏倚着门张望，嬉笑问道：夜深人静，小娘子在这等情人吗？我自然是等自家官人，你别胡说八道。马氏白了他一眼，转身进入屋内。池元清身后嚷道：你今夜怕是等不到你官人了，我看见他去了妓院，晚上肯定不回，不如和我好上一晚，让我感得在心。马氏听见这话，怒从心起，真是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，还敢肖想于他，怒骂道：你再这样无礼，明天我就告诉官人，让他找你算账。池元清屡次求欢不成，此时见他官人不再，恶从心起，举起皮刀：今晚我还非无礼到底了，看见这皮刀没？不从我就杀了你。马氏嗤笑一声：就你杀我？池元清瞬间被激得晕了头。既然不信，那便做给你看。几个踏步上前，将马氏搂在怀中，捂住口鼻，拿起皮刀割了下去。可怜马氏娇宠半生，死到临头竟然头身分家，死相极惨。池元清将人杀死后，仍未泄恨，将马氏头颅挂在隔壁岳冲肉铺的肉钩上。第2天一早，岳冲起个大早宰猪，还未收拾妥当，
见钩上挂了一血乎乎的人头，顿时吃了一惊，怕惹麻烦上身，未曾细看死者是谁，直接将人头取下，又扔在那后院枯井中。梁华成在妓院痛快一夜，晕乎乎回来，开门一瞧，一无头女尸倒在屋内，鲜血一地，女尸身上赫然穿着妻子的衣服，当下惊痛万分，立刻去找安其昌质问：你怎么能将我妻子杀了？她的头呢？安其昌听闻马氏被杀的消息，一脸茫然：是谁杀的你妻子？我昨天因为父亲到，不方便去你家，未能成行。这时安其昌父亲安润也在旁搭腔：昨晚其昌同我一起睡的，该不会是你杀了你妻子诬赖我儿吧？梁华成听后破口大骂：我看是你这老头恨你儿子那不争气的病，泄愤到我妻子身上，所以晚上杀了他吧。安润还不知他儿子生病的事，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一无所知，刚刚搭话只是出于父亲护崽的反应。见梁华成这样说，又不知从何辩解，本以为只是一夜风流，没想到害得妻子枉死。梁华成出了安家门，就直奔县衙告状。柳知府受理此案后，找了几人上堂，一时间各有辩词。梁华成痛诉道：安其昌风流飘荡，贪图我妻子姿色，想出积私成病的奸计来。安其昌父亲安润见安其昌为我妻闹下病，心中不快，竟于7月13日夜晚拿刀潜入我家，杀死我妻，割去头颅，现头颅消失不见，祈求老爷找到我妻子马氏人头，严惩奸人为我妻偿命。安润已从安其昌那得知前因后果，见梁华成颠倒黑白，忍不住辩诉道：我儿其昌孤身一人来到此处，为了女子染病相思，他给了梁华成5两银子买马氏一夜，因为那晚我由外地赶来，我们共睡一室，所以其昌未能赴约。当晚马氏不知被谁所杀，割掉首级，那梁华成反而嫁祸于我。试问儿子与女子有奸情，又岂会告知父亲？那马氏就是易思昌，肯定是嫖客争锋所杀，望大人明察啊！梁华成怒斥：我妻子怎么会是思昌？她安分守己，从不和旁人暧昧，这街坊邻居都知道。如不是看那安其昌病得快死，用5两银子来买一夜，定不会答应。结果就那晚，我妻子被杀，不是他能是谁？安其昌解释道：我若是与他有恨，也该是谋划失败，恼羞成怒才杀。可我用银子买，你们夫妇也肯卖，我何必要杀人？肯定是其他人杀的。柳知府听了各方辩解，发表意见，不检点者才会有多方争锋，导致仇杀。可马氏素来安分守己，是你用钱买他一夜，最后身死头无，怎么能推别人身上？无需多言，将马氏头交出来吧。他人杀人，我怎么知道头在哪？安其昌不服，柳知府一声令下，来人，打他10棍，看招是不招。谁知安其昌等棍子打完，满头冷汗，仍是不肯认罪。柳知府无奈，只得坐庄一案，将安其昌收监候审再定夺。1年后，安润找到梁华成，想私下调解，将儿子救出。安润这1年白发新添许多，他真挚地看着梁华成说道：我儿子与你一直以来关系不错，绝对不会杀你妻子，如今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不如再娶上一个，我出钱帮你置办亲事，再添些钱财，这事就这样了吧。经过这1年，梁华成怒气息了许多，妻子身亡1年，家里冷清清，人总是要往前看。见安润如此有诚意，便点头首肯。谁知2人到了县衙销案，恰逢曾察院出巡到广元县，他听闻此事后，马上驳回道：人命关天，怎么能私下解决？我定要去你家再探查审讯一番。到了梁华成家，探访周边邻居马氏是否有奸夫，众人皆摇头，并没有。又探查几日，见没有线索，曾察院发怒道：妇人没有其他交际，定是那安其昌所杀，杀人偿命，
判安其昌秋后问斩，行刑之前重打30大板，以儆效尤。曾察院下完令后，又召来差役邱荣，吩咐下去：你去那条街散布马氏案件，如果有人说冤枉，你居来见我。邱荣领命而去，在街上同人聊天道：马氏死因不明，又不知道头在哪，要说不是安其昌吧，可那晚只有他去，你说奇不奇怪？这事闹得纷纷扬扬，人人猜测谈论。鞋店徒弟在和池元清聊天时问道：师傅，你说那安其昌是不是果真没杀马氏？他是冤枉的。池元清叹道：天下哪有是非分明的事情，这个人是冤枉的。邱荣不知从哪听到池元清言论，过了一天将人拿下，带去见了曾察院。曾察院也是个雷厉风行的性子，当即上了棍，拷问池元清：我已探查清楚，梁华成之妻马氏就是你所杀，你还不将案发经过老实道来？池元清大喊冤枉！大人，马氏就是安其昌所杀，我是冤枉的啊！曾察院冷哼2声，斥责道：我是恨那安其昌私下买奸，才打他几10大板，岂会真的让他偿命？倒是你，快些将马氏人头叫出来，不然本官定不轻饶。池元清当然不肯轻易认罪，可随着刑具一件件拿出来，实在生不如死，大喊：我认了，我认了，那人头在哪？大人，马氏那晚不肯顺从于我，气急之下我才将人杀了，可我将他头挂在岳冲肉钩上，之后就不知下落了。哦，见又牵扯出一个新的人物。曾察院立即下令将岳冲带到县衙。岳冲还不知犯了什么事，正忐忑不安时，听官老爷问道：去年7月13，池元清挂了一个妇人头在你肉钩上，你埋哪去了？见是池元清犯的案子与他无关，当下松了一口气，一时间忘记曾抛尸卖猪客史福在那枯井中，竟然如实道来。回大人，那日是有一个妇人头，我怕惹祸上身，就丢到后院枯井中了。得到这个消息，曾察院立即让人押着岳冲同仵作去取，没成想里面不光有一副头骨，还取出一副全身骸骨。新案未消，又添一案，曾察院将2起案件参与人全都带到堂上，经堂木一拍，审问岳冲：这是谁的骸骨？你是何年月所谋？一一招来，免受皮肉之苦。岳冲本就心亏，见东窗事发无可遁形，早日交代还免受皮肉之苦，于是直接招了。4年前，昭化县有个猪客叫史福，深夜赶着10余头猪到了我这，我见着四下无人摊那些猪，便灌他吃酒，趁酒醉之际将他勒死，抛在枯井之中。这时安润惊道：史福是我邻居，借了我银钱买猪，再也没回去。我想着他或是不想还钱，或是死在何方，没想到阴差阳错，今日竟然得知他消息，真是老天有眼啊！一冤案查出2冤案来，天意天意啊！如今事情已全部真相大白，曾院判决如下：岳冲谋财害命，依律处决；池元清囚奸害命，处以死刑；安其昌贿赂奸人，但起获已病死，可原其情。梁华成不合隐忍，卖奸致妻死，施以杖刑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